中国大陆的儿童肺炎流行的比较厉害，它已经传到了欧洲，荷兰、丹麦都有急剧生长的病例。在这个所谓的不明原因的肺炎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病原体，就是肺炎支原体，在台湾呢叫维浆菌。这是我们大家很少听说的一种病原菌。这种肺炎支原体呢，在这次发病中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那么这种肺炎支原体它到底是什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特殊的症状？它跟我们现在的儿童肺炎流行有什么关系？那么从我们个体来讲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防范？肺炎支原体或者叫维浆菌呢，它是一种特殊的细菌，它本身没有个固定的膜，但是呢，它自己又能够独立生长和繁殖，所以呢，它和病毒不一样，它属于细菌类。病毒呢，需要在人体细胞内借助人体细胞的机制来进行繁殖，而细菌呢不需要。我们说这个细菌很特殊呢，就是因为它又很小它感染到我们的呼吸道以后很容易通过支气管、毛细支气管影响到肺泡，造成呢肺部的感染。在 X 光下看呢它就呈增加的白色的影像所以呢我们把它叫白肺。在临床上表现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症状通常比较轻甚至没有症状，但是呢你一照肺的时候呢，它肺上已经有轻微的白肺的表现，看着这个人呢还在大街上走没事一样所以呢他把它叫做行走的肺炎。同时呢它虽然有肺炎的症状，但是它产生的痰液比较少，所以呢很多人有咳嗽，但是呢它不太咳出痰来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传播不是那么的快通常呢必须长时间的很集中的人在一起进行传播像一个家庭或者是学校这种环境呢才比较容易传播。另外呢，它的感染的周期也比较长20天内它都有一定的感染性。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症状可以延续的很长不像我们的病毒感染是吧感冒2个礼拜基本上慢慢就好了。那它这个可以成为一个慢性的肺炎支原体的感染。这个慢性的感染呢，不仅让我们的咳嗽这些症状持续10几周甚至几个月，还可能诱发一些更严重的疾病。我们在后面呢给大家仔细介绍。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肺炎支原体的感染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那么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他血液里一抽我 X 光一照，在血液里面需要找到肺炎支原体的抗体。那么在 X 光下呢，能看到肺炎支原体的造成的肺部的感染，那基本上呢就算诊断了那么诊断以后你是不是需要治疗呢？不一定，很多症状很轻是吧，不需要治疗2、3周、3、4周就好了。那么有些人呢症状比较重那么他就需要做治疗。那么所谓的症状重呢，就是说发烧很高，所以哮喘、缺氧等症状，这时候呢就要进行治疗，甚至要上医院去治疗。关于上医院的事，我们一直是起一个保守的倾向，因为医院呢不仅人满为患，还有医院里面有很多对抗生素有抵抗的细菌，也会造成继发感染，我们叫医院获得性的感染。所以轻易不要去医院。当你必须上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呢就会给你进行治疗。那么治疗用什么治疗呢？细菌嘛，就是抗生素了特别是一种像阿奇霉素、四环素这是非常常用的抗生素。那么这种抗生素呢，在治疗这个病方面呢，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北京有70%到90%的病人会对这个抗生素有抵抗性，也就是说这抗生素不那么灵敏这就会给治疗带来困难。那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们在输液，那么输液是干啥呢？无外乎是输一些生理盐水加上一些葡萄糖，再加上一些能量合剂是吧？有的呢还可以把抗生素呢加进去，这样呢增加它的抗感染的这个能力。这些呢都是可以用的。支原体的感染呢，那么对有些人来说，如果它变成一个慢性的话，
那么它会造成一些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会造成一些类风湿关节炎一样的症状啊，全身的肌肉痛、关节痛。它还容易造成溶血性的贫血啊，就是这个红细胞遭到自身抗体的破坏啊，产生溶血性的贫血。还有呢，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皮肤疾病，叫做 Steven Johnson 综合症啊，大家看到这个皮肤的疾病。那么还有造成呢继发性的脑炎，大脑会因为炎症而肿胀。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肾功能衰竭啊，这些呢都是支原体肺炎在有些病人造成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在这种情况下呢，问题就更加复杂。肺炎体支原本身的感染已经很麻烦了，那么如果再加上流感病毒、呼吸道核病毒新冠病毒这样一个所谓的混合性感染的话，那么这个状况呢就更加复杂。治疗的时候呢，你更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传统的中医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因为它虽然都是肺炎，它会根据不同的症状进行辨证论治你像有的肺炎它所以肺热，有的肺炎所以是肺寒，有的肺炎是这个湿热有的肺炎呢是寒湿，有的是肺阴虚那么有的是肺气虚，是吧？它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症状，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有差异。然后根据这些不同情况呢，它可以给你针对性的配置中药的方剂来治疗症状，同时还可以配合一些针灸治疗甚至拔火罐等等，都可以对肺起到清热解毒。所谓清热解毒，它用现代化来讲就是消除炎症然后呢，它还有止咳平喘的作用，是吧？还有这个祛痰的作用，就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它可以给你进行综合的治疗这种治疗呢，通常比较个体化，比较天然没有什么副作用。对每个个体来讲，它有一个保健保护的作用。当然了，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医生的资质，是吧？使用的中药的质量这些呢都会影响疗效。当一个个体发生疾病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个体的因素精神因素生理因素、行为因素、遗传因素其他的慢性疾病的因素。当一个社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一个社区的因素。这个社区为什么有同样的疾病的流行，是吧？那么是不是有环境的因素、社区的亚文化等等？如果是一个社会的流行的话，那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层面有没有行为方面的、道德方面的、精神方面的、物理方面的、化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呢，对我们大家来讲呢，任何一个达到流行病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因素，我们要更广泛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好，今天关于支原体肺炎的情况呢，就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也在这里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在以后的视频里跟大家探讨。好，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